程式语言的开发工具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古早的开发方式个人开发方式及团队开发方式来看起那我们在早期因为没有这个好的这个程式码编辑器，所以我们都是靠这个 Windows 平台啦，或是这个 Linux 平台里面内建的这个文字编辑器，直接下去这个编辑我们程式码那我们把这个程式码呢储存在这个文件之后呢，就是交给这个编辑器直接去进行它的后面的任务。好，那什么是程式码编辑器？程式码编辑器它是一个面向于程式码的文字编辑器，它会将这个程式语言里面的这个函式跟关键字，透过文字醒目的标示呢，或是经由这个内建的这个文件格式化工具，来让这个程式码的内文变得更容易阅读为什么？因为文字编辑器它基本上就只有两色黑白两色，所以我们这个程式码通常它都是有一定的脉络或者一定的规则写在我们这份文件里面。好，那如果说它没有透过一些醒目的方式呢，让我们可以很容易这个一眼就知道哪些地方是函式哪些是这个关键点那这个通常我们在阅读上面会稍微比较辛苦一点点不过因为以前就是没有好的工具，所以呢这个通常这个功夫练得会比较扎实一点好，对于现在的这个个人的开发方式就是对于初学者来讲，通常我们会去建议去找一下这个目前所学习的这个程式语言，他们所推荐的这个程式码编辑器。好，那不同的程式语言他们通常都会有官方所推出或者是这个官方他可能没有去发展这样子的这个程式码编辑器，不过他们也是会去推荐一些好用的程式码编辑器。好，我们就朝这个面向下去做。好，那在我们这个课程考量到有关这个程式码编辑执行除错以及我们希望说这一套工具熟练之后，它不是只用在 Python 上面因为我们在未来也有可能会去学习其他程式语言，我们在使用其他程式语言呢，同样可以使用这样子的一个程式码编辑器来去做编辑来去做运用。那所以我们在课程里面目前推荐的就是这个 Visual Studio Code。好，那在这个程式码里面，大家可能有听过这个 Visual Studio Visual Studio 跟 Visual Studio Code 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这里面要特别注意Visual Studio 它是什么东西？它是一个整合开发环境，或者是它是一个整合型的开发工具它是面向一些比较大型的专案大型的专案。大家想说Visual Studio Code 难道就不能做专案的开发？有了，它还是有做专案开发这件事情。不过呢 Visual Studio Code 它重点就写在上面了，那 Code 就是面向于专注于程式码这件事情它就让你把程式码这件事情变得比较容易去做进行。好，那当然如果说我们是做这个大型的专案发展或者是在这个团队进行这个程式码的合作研发的话，通常就会去找这个整合型的开发工具那不同的程式语言通常都会有专属的 IDE 的开发工具如果说我们这个未来使用的是这个微软的这个系列的话，通常应该会使用这个 Visual Studio。好，不过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基本上就是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好，那 Visual Studio Code 是什么？刚刚我们提到，它就是微软所发展的新的这个程式码的编辑器程式码编辑器。那它具备跨平台的资源那它可以除了让你在 Windows 里面在 Linux 里面，甚至在 macOS 里面都可以使用这样的工具那其实在之前如果说我们是在 Windows 上面如果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文字编辑器的话，这个手边刚好有装 Visual Studio Code， 当然就直接拿 Visual Studio Code 就直接来用了，虽然它真的比较巨大真的比较庞大那如果说是在 Linux 里面呢，就好像没有比较好的这个工具当然不是说没有了，我们有一些这个熟练的这个文字编辑器好，那这些文字编辑器它不一定会在在 Windows 里面有，在 Linux 里面用的工具呢，在 Windows 用的工具可能会不太一样。那不太一样没有关系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找到解决方案可是它问题是什么？它问题是我们有一些操作，每一套软体的操作方式都有点不太一样，就变成说我虽然是在编辑同样的一个语言所使用的这个程式语言里面的程式码，结果在 Linux 的操作方式跟在 Windows 的操作方式变成要学2次因为两种方式有点不太一样。然后这个有时候这个一不小心弄错指令就发现这明明就是正常的，怎么它不能动就发现原来是按错键按错开数键。好，那 Visual Studio Code 呢，它基本上它简称为 VS Code 简称为 VS Code。那它在这个终端机里面在命令提示资源里面我们要把它呼叫出来，基本上打的是 CODE。在这里比较特别一点，它不是 VS COD， 它就是 CODE， 就是直接打 code。那这个东西呢它本身存在一些版本差异，这里的版本差异也不是指说 Windows 版本、Linux 版本、macOS 版本，它这里指的是说它的安装档、它的安装模式，它是属于系统的版本还是属于个人的版本还是属于携带的版本。好，那什么是系统版本？
我们早期在装这个应用软体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装在系统目录底下。什么是系统目录？系统目录呢，指的就是 program file 或者 program。所以在这一台电脑里面的所有使用者都可以直接去使用这样的这个应用软体。好，可是这个程式码编辑器这一件事情啊，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程式码编辑使用的套件、使用的习惯、使用的快速键，或者包含字体文字的编辑的风格，每个人都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好，那如果这个每个人的习惯都不太一样，可是都去使用同样的系统版本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这个文字有点小，对吧？放大一点。下一次这个有另外使用者来用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哎，这文字怎么变大了？然后上次明明就把它调小，怎么又变大了？好，所以呢，这个其实这个地方要装的就是属于应该要装个人版本，这同时也是现在目前Visual Studio Code 的预设版本。好，你把它载下来的话，它不是安装在 Program File 里面，它就是安装在个人目录里面，只有安装的这个使用者他自己可以去使用到。好，那它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说这个个人版本呢，它本身就会配合这个个人化的账号开发环境跟套件，它会自动的帮你直接去更新及同步。好，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携带版本。什么是携带版本？携带版本呢是说，因为这个工具真的还不错使用啦，这个有时候我们到这个异地啊，或者在其他电脑上面要去做一些文件设定，不一定是开发程式的，有时候我们去做一些文件设定的时候，通常我们还是会去找一些好用的文件编辑器。好，那这里文件编辑器通常就不是 Office 那种系列，不是给你去做 Word 编辑啊，通常我们会希望说，这个里面有一些部分它可以用这种特殊的这个格式让你可以一目了然。好，那在这个地方，现在 Visual Studio Code 它在这个方面基本上做的还不错，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到外面的时候，通常我们就是看有没有 Visual Studio Code 可以去做使用。好，如果这个在其他电脑上面它没有 Visual Studio Code 的话，通常我们想说，那我们就要帮它是不是要帮它安装了？哈，那安装的时候就有所谓的系统版本跟个人版本，在这里通常是不建议去在别的电脑上面去装这个东西，在自己的电脑上面装没什么问题，在别的电脑上面的话，通常会建议你使用这个携带版本。为什么？这个携带版本呢？就是说，你从它这个网络上先把携带版本载下来，它是一个压缩档，压缩档把它解压缩到我们的随身碟里面，然后呢，在这一个随身碟里面所启动的 VS Code、Visual Studio Code 上面所做的操作，都会直接储存在你这个资料夹。也就是说，你这个资料夹带到任何地方去，带到外面去，所看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你都不用再重新去做设定。好，不过啦，在这个地方就会有人觉得说，那我这个个人电脑就直接装携带的版本就好了，我也不用去装什么个人版本。好，其实个人版本跟携带版本还是有一个地方有差异哦。携带版本呢，如果说这个 Visual Studio 其实它很频繁的在更新那它里面的套件也会配合这个 Visual Studio 版本更新一起更新。好，那它在更新的情况下，因为它更新的很频繁那我们希望说它在我们不使用的时候，或者它在背景，它就自己帮我们去做好更新。好，这个在个人版本里面它会去做这件事情。那如果是携带版本的话，携带版本它就只会提示。好，那因为有很多因素所以我们可能这个不希望说我们这个带出去的版本怎么上眼看到跟下眼看到居然会长得不一样这个问题稍微会有点大所以这个携带式的版本通常它不会帮你更新它只会提示你说有新版本你如果需要更新的话，你就需要自主手动去把它去做更新了。好，所以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就是建议大家直接去装个人版本个人版本。好，那怎么去做安装？好，那安装的话很简单就直接到这个 Visual Studio Code 的网站上面去把它下载下来，然后就依画面直接进行安装了。好，那我们这个地方就实际上直接在电脑画面直接进行操作好，首先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就先把浏览器打开。好，那我们可以在网址列上面或者是在搜寻列上面直接搜寻我们关键字你可以把 Visual Studio Code 完整的打上去，好，或者直接搜寻 VSCODE， 好，直接搜寻，好，按下 Enter。它的完整名称叫 Visual Studio Code 啦，简写叫做 VS Code。可是你要从这个终端机打出来的时候，它就只剩下 Code CODE很简单CODE。好，来，那像目前网页上，通常网页上第一个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目标 Visual Studio Code 网页。虽然在这个地方已经有看到 Download 了，我直接点进去了，不过我们还是先选第一个然后选第一个连接。好，进到这个连接之后呢，它在画面最醒目的地方，这是中间的，或者是在我们右上角，基本上都有 download。好，这个 download 它基本上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如果你使用的是 Windows， 它就会 download for Windows。如果说你用的是 Linux 的话，它就会直接帮你下载 Linux 版本。如果你用的是 Mac OS 的话，进到这个网页，它所提供给你的就会是 Mac OS 的版本。好，那当然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例如说，我想要帮 Mac OS 或者帮 Linux 先准备好这个安装档的话，要怎么去下载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三角形有一个下拉这下拉里面就有其他版本，像 macOS 版本Windows 版本、Linux 版本就可以直接从这个地方去做下载。好，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先把它download 和 Windows 先把它载下来。好，那它下载之后，它会把它先存在我们的下载区会存在我们的下载区。好，或者是它会提示你说要把它存在什么地方，然后你就是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把它存起来。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它已经下载完了，我们现在把它资料夹打开。好，浏览器我们就把它给关了那现在这个档案呢，我们要去做安装我们就直接按下 Enter，直接去把它开起来或者是你可以用滑鼠左键直接去点2下把它开起来。那接下来基本上我们就是依画面指示进行在这个第一个画面呢，这个是 for user 它上面有写括号有 user 好，那这个地方呢，它会问你说这个微软的这个软体授权通常都是同意啦它就同意跟不同意两种选项同意之后呢，按下下一步。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依画面指示进行我们在其他课程里面在安装软体的时候，在早期我们都说就是下一步到底那对于现在比较近期的课程，应该是2000年之后是2010年之后，我们当然都会提示使用者说，你在安装的过程中一定要看清楚你到底同意了什么东西因为现在的这个软体这个封装它可能会偷偷夹带一些奇怪的东西不过因为这个毕竟是微软所发展的东西，它不会放奇怪的东西好，来下一步再下一步。好，那在这边特别要讲因为这个工具它在开发过程中它算是一个很不错很好用的工具，所以通常在有需要打勾的地方，通常我们都会建议把它打勾那第一个是不是要建立桌面图示这个看个人需求啦因为我们会使用到，所以就先把它勾起来。好，然后要不要将这个 code 加到我们这个 Windows 档案总管那我们就把它打勾那要不要把它加到我们这个档案总管的目录操作里面我会把它打勾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这个画面里面基本上每一项都打勾。按下下一步再按下安装。好，基本上我们就等候它安装完成来，我们先回到简报看一下它说安装速度基本上很快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微软的不是微软的网站它是微软的产品不过它是 Visual Studio 的网站下面的 Visual Studio Code Visual Studio Code 专门专注于程式码的这个编辑的一个编辑器。好，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就直接看到一个很醒目的地方 ，Windows 这个 Download for Windows， 因为我当时它是在这 Windows 底下啦所以就直接看到 Windows， 你就再点下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再看到下载区已经有完成，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按开启档案，接下来我们就依画面指示进行，像第一步它问你是不是要同意就是同意，然后下一步就依画面指示进行。那当你看到有一些选项可以去做勾选的话，我们像目前这边的建议是你都可以把它打勾。你都可以把它打勾，然后一路做到底等它完成之后，最后一个画面它就会问你说你是不是要启动 Visual Studio Code 基本上这个如果你要打勾按完成它就会帮你去做启动如果没打勾的话，完成之后它就直接结束好，我们回到我们的电脑画面。好，那我们现在我这个我们现在就直接把这个勾勾留着，按下完成，看看发生什么事情。好，现在就是第一次启动Visual Studio Code。那第一次打开，我们这个先简单看一下它的画面，它基本上它是英文的。好，然后呢，这个工具它的特点是它会自动的去侦测你整个系统环境。好，它现在已经侦测到我们现在目前系统环境是属于中文的环境，所以它问你说我们是不是要将语言变更为中文繁体。好，通常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如果有发现右下角有提示气泡跑出来，这就是一个提示气泡。如果有看到提示气泡跑出来的话，这个简单看一下它的内容，像这个它的提示是说是不是要安装并重新启动。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中文繁体，我们就按下安装并重新启动。当你有做这个动作之后，它会自动的去连接到它的这个扩充套件，然后再把这个扩充套件自动去做安装，安装完之后自动去做设定，自动设定完之后再问你要不要重新启动。重新启动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现在目前的环境就进到中文的环境。好，这个呢是我们这个课程在这个单元里面至少要做到这个动作来，我们先回到讲义看一下这个动作这个安装的过程中应该没什么问题接下来呢就是把它启动起来并且看一下，并且呢要去注意一下右下角是不是有出现一些气泡提示。好，那第一个气泡提示应该会是跟你讲说是不是要把英文界面换成中文界面。好，如果你按叉叉不理会按叉叉不理会也是可以那后面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持续用这个英文界面，当然不用担心这个有需要换成其他语系或者换成其他语言，随时都可以去做调整随时都可以去做调整。可是它第一次侦测的时候，它会发现说我们现在用的是中文系统，可是因为我们这个
目前的 VS Code 它用的是英文，所以它在第一次就会提示说啊，你是不是要转换成中文哈？如果当你有去按下安装并重新启动的话，它就会帮你第一个在扩充套件里面去安装这个语系。语系安装完之后进行设定，设定完之后呢，就会自己去做重开。当它重开完之后，就会看到中文界面哈。这就是我们这个单元最后一定要做到的事情哦，你至少要做到这个地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要进行下一个单元。